快讯，我国科学家叶之威教授扎根南极10年，成功提取出全球唯一一瓶可治愈罕见病的生命酶。据悉，叶教授以携酶制剂低调回国。10年了，我总算回来了，也这该等急了吧1周后，集团将举行发布会，宣布与叶教授合作开发新药事宜。志威啊，你到了，我正安排你的发布会呢。哦，对了，这次老大和老二去机场接你，老三呢，他在医院治病。我在极寒环境待太久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多亏颜值精心培养了3个子女。老公，集团继承人定了吗？没有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当然有老婆大人回来钦定了。哎，这次机场接机，你正好亲自看看谁更适合做继承人。好，我一定好好考察。叶女士，我帮您拿箱子吧。不用，这里面的生命酶10年才能提取1瓶，颜值收养的小女儿等着她救命，我必须亲自送到艾薇集团。老三又去医院了，接叶妈妈的功劳全是咱俩。那太好了，哥！叶妈妈看到这粉钻项链，那肯定当场定你。那当然，待会儿机灵点，我上位，亏待不了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但我们还不知道叶妈妈她长什么样子。怕什么？咱们举着灯牌，她一眼就能看见。哦，对，还没出来，进去看看。哎，哥，等等我！叶女士，欢迎您回国。项链，完了完了！叶女士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伙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摊上大事了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叶女士好心扶你，你竟然打她！看看这个人，这个样子，什么人呢？哥，怎么回事？这瘸子故意挡路，弄碎了项链。不是的，明明是你不看路，你还……你什么东西，敢跟老子犟？臭女人，你腿坏了，眼睛也坏了吗？知道这个礼物有多贵重吗？你们蛮不讲理！讲理！你差点毁了老子的继承权，没弄死你就算客气。项链多少钱？我赔给你们。这是我送妈的礼物，无价之宝，把你碾碎了都赔不起。明哲，按住他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坏了老子的好事，你还就想这样结束啊？住手！住手！你们2个大男人竟然欺负一个残疾人，还有没有道德啊？操！老子有钱有权，想教训谁就教训谁。臭保安也别管老子的闲事儿，有钱就能随便打人的？没事别怕，我是保安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你。谢谢你。这女人太可怕了！臭保安，再不滚，老子让你在海城混不下去！你们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这样做是要坐牢的。
坐牢？整个海城都是我爸妈的，谁敢动我？个臭女人，坏老子的好事儿！老子今天必须废了你！啊，扇他100个耳光！这么欺负人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哥，你这手都打疼了。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毁了老子的继承权，绝不能轻易饶恕。手疼，那就换个工具。是颜值收养的孩子。你们是颜值收养的孩子？哟，这女人还知道我爸的名号。没错，老子就是艾薇集团的大少爷，未来的海城首富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怕？我只觉得很可笑。就你这样的畜生，还妄想继承艾薇？要不是你坏了老子的好事儿，我早就接到了叶妈妈，当上继承人了。我今天不弄死你，很消我心头恨。叶芝竟然养了如此混账的孩子，我绝不会把艾薇集团交给他们。该死，这个时候犯病，功劳全被那2个废物抢光了。哼！爸，我到机场了。哎呀，身体不好，让哥哥们接就可以了。我这病只有叶妈妈研制出来的生命酶能治，我一定要亲自接到她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哎，对了，你都没见过志威，我发张他的照片给你，免得认错了啊。好，我一定把妈妈平安接到家。啊！给我往死里打！你敢打我，颜值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敢提我爸的名号？我就是你们要接的人，颜志威。什么？我就是你们要接的人，颜志威。大哥，这瘸子是被打傻了吧？竟然冒充叶妈妈！撒谎都不打草稿的。我妈妈是国宝级科学家，首富夫人。你这个瘸子，给她提鞋都不配。我就是叶知味，我的腿是在南极科研的时候冻伤的。我作证，她就是叶知薇女士。真是叶妈妈？不可能！叶妈妈身份高贵，怎么可能会是她这副穷酸样？肯定是同名同姓。你个臭女人，竟敢合伙骗我！好啊，就连你一起教训！小莲，小莲，你们太过分了！绝不会让你们这种心肠歹毒、品行恶劣的人继承艾薇的！
不是吧？真把自己当我妈了？这就让你彻底清醒！一个破箱子这么宝贝，你毁了我的东西，我也要弄坏你的！别动了！我偏要动！不要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三妹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来接叶妈妈吗？人呢？她应该就是那个有罕见病的小女儿。我有救了！救救箱子！哪来的乞丐？满头是血，找死！没想到她竟然也吃。你真是养了3个好儿女！这瘸子把宋妈的粉钻项链都摔了，还冒充咱妈！什么？等等，这人长得还真的有点像叶妈妈。你确定？爸给的照片，我看看。该死，没电了！那她到底是不是叶妈妈呀？肯定不是。叶妈妈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做经济舱？对，看她这寒酸的样子，不可能是叶妈妈。2个蠢货，人都走光了，现在咱们怎么找妈妈？都怪这个女人，还当我们接机！该死的乞丐，都怪你坏了我们的好事儿！赶紧给我磕头道歉！让我磕头，你们受不起！你顾言这到底是什么眼光，收养了你们这群畜生！你竟然敢侮辱我爸！我砸死你！住手！那里面是能救你命的生命酶。他怎么知道生命酶？难道他真的是叶妈妈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志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都不接，难道出事了？王助理，立刻被车去机场。是。你怎么会知道生命酶？这酶是我花了10年时间亲手提取的，我怎会不知道？不可能！三妹，一个瘸子的话你也信？叶妈妈今年35，这女的充其量也就20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是看了新闻，知道叶妈妈带着生命酶回国。现在我就砸了他，戳穿你这个骗子！这么宝贝啊？行啊，我可以不砸，但你惹了我，必须脱光衣服，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。为我同为女人，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哼，我可是顾家大小姐，是未来的继承人，而你只是个没用的瘸子，也配跟我比？我数3声，若是不脱，我现在就给他砸了。1、3。这是全球唯一的生命酶，10年才能提取1瓶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毁。2。我脱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大家快来看呐，瘸子要脱衣服了！哎呀，这光
天化日怎么这样啊？你们这是犯罪！自己送上门，好啊，那就老的少的一块儿脱。我脱，我来脱，我求你们放过林晓，不能脱。别脱，不要脱，我这么精彩，必须录下。别脱，叶女士。我不能再脱了，求你把保险箱还给我。还你？好，我现在就还给你！这瘸子居然拿蓝墨水来冒充生命梅，叶女士，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？就是太轻了。穷鬼就是穷鬼，为了瓶破墨水哭丧。赔你，够你买缸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叶女士？笑什么？我笑你亲手断送了自己的生命，还在这沾沾自喜。我笑你们三个蠢货得罪了我，还妄想继承爱位。你敢咒我？把他给我按住！我要废了他的手！什么？老板，到了。好。老板，到了。这人都走光了，志伟怎么还没出来？要是真的出事了，你不能动我的手！穷鬼的手废了就废了，大不了赔你50万，老娘有的是钱。提起生命梅的操作，全球只有我能做到。废了这只手，就等于断送了你自己的生路。天，继续编，还生命梅，还全球第一，我看你是爷我妈也上瘾了。我就是你妈！闭嘴！给我摁紧了！顾星辰，你会后悔的。三妹，还跟这种下贱东西废什么话？赶紧动手啊！别影响我们去接叶妈妈。这位小姐，你冷静，故意伤人可是违法的。爱薇集团继承人办事，有你跟贱民什么事？爱薇集团？没错，我爸就是爱薇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妈是国宝级科学家，在海城，我们就是王，我们就是法。听见没？什么？太硬了吧？怕了吧？还不快滚！信息我连你一块儿收拾。对不起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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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在干什么？爸，你在干什么？职位接到没？爸，你没事吧？叶女士，胭脂，你终于来了。爸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职位电话一直不接，人到哪里去了？爸，本来我们就快接到了，都怪这个女人，她弄碎了礼物项链，耽误了接机。女人？爸，爸最讨厌我们大家了，不能让她看到这个贱人。胭脂，敢出声就要你的命！你把他给我放开！想要他活命就闭嘴！爸，礼物没了，叶妈妈会不会生气啊？你放心吧，这位这个人善良大方，他不会计较这些，而且平时他不喜欢穿金戴银，衣着很朴素。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，人到哪里去了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。爸，我们一直在出口守着，没见到叶妈妈，有没有可能她从其他通道走了？是啊，爸，说不定叶妈妈已经回家了，我们回去看看。有道理，走。叶女士，胭脂，胭脂，胭脂，等等，我好像听到了知微的声音。胭脂，爸，联系不上叶妈妈，万一她出事了怎么办？我们快回去吧。走。叶女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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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好心人帮忙叫个救护车？有没有好心人帮忙叫个救护车？有没有好心人帮忙叫个120吗？海城机场一出口有重伤者。叶女士，你醒了。医生说，你要是再晚送到一会儿，就没命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是我没照顾好你。对了，您的手机坏了，家人联系不到，需要我帮您报警吗？帮我联系艾维集团总裁办公室。您好，艾维总裁办公室。请帮我转顾胭脂。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我不需要预约，因为我的名字叫叶之薇。啊，老婆，宝贝你在哪儿？我到处找不到你，都报警了。我在医院。叶女士，注意多休息，不要独自活动，避免摔倒二次受伤。谢谢医生。知薇，知薇，知薇，你怎么
伤成这样？胭脂，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医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叶女士啊，遭到多人的暴力殴打，头部受到重创，手指断裂。要是再来得晚一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双手是可以救命的国宝，就这么废了。治愈是有希望的，只是需要漫长的恢复期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我的女人？志伟，告诉我是哪个畜生干的，去把他给宰了！就是你的。胭脂，你先冷静一下，这个仇我想自己来报。可我怎么忍心看着你受这样的委屈？志伟，3个孩子知道你病了，正要赶过来看你。志伟，我们的这3个孩子呀，都很善良听话，你看到一定会喜欢。是吗？我现在的样子不方便见人，告诉他们不必来了。志伟，但是他们都很担心你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3天后，生命梅发布会，我会亲自宣布艾薇的继承人。这个活动就交给他们来筹办。都听你的，他们知道以后一定会很期待的。要的就是气。我会在他们最兴奋的时候，给予他们最致命的一击。这个病房太简陋了，医生，马上换到高级病房。是，顾总。胭脂，不用了。喂，你平时朴素，我都依着你，但是养伤这个事情不能将就。何况这个医院本身就是艾薇的，哪有让总裁夫人受委屈的道理啊？好吧。哦，对了，这次要不是林晓，我可能早就没命了。他也伤得不轻，需要好好治疗。姑娘，谢谢你照顾志伟。啊！1000万，我不能要。收下吧，你应得的。夫人好。志伟啊，这些是给你安排的护工和保镖。我最近公司实在太忙了，没有办法时刻陪在你身边。还有，这位是我的贴身王助理，他也会留下来照顾你。夫人，您尽管吩咐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志伟，你说你要亲自报仇，我不多干预，但是我必须要好好的保护你，不能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了。放心，只要有你在，没有人敢欺负我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王助理，照顾好志伟。好。小心点。你们去门口守着。夫人，我去给您拿药。谢谢。
还疼吗？顾小姐，顾小姐，药已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准备输液。开始吧。他的罕见病必须要每天输液，否则会迅速的恶化。顾小姐，您近期的病情恶化严重，单靠输液是持续不了多久的，需要尽快使用特效药啊。不必担心，我叶妈妈已经带了生命酶回国，很快就能合成特效药。生命酶早被你砸了，亲手断送生机，还在做梦，真是可笑。那就尽快吧，如果还不用特效药，你很可能会全身溃烂而死的。他的病竟然如此严重，如果他能够诚心回国，等我这只手好了，我可以加速给他提取一瓶生命酶。少啰嗦，有我爸妈在，我死不了。赶紧输液，忙着呢。啊，顾小姐，您常用的这间病房，今天有人还请您谁这么大胆，敢占本小姐的病房？我就要用这间。顾小姐，今天这病房里来2位重病患者。他算是福气，敢占本小姐的病房。顾小姐，您别生气了，您是顾氏的千金，当然要住最好的病房。我现在就把他们赶出来。算你识相。怎么是你们？你们2个穷鬼怎么在我的病？给我滚出去！还是如此嚣张跋扈，不知悔改。请你出去，不要打扰叶女士休息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轮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？我知道你们2个肯定是偷溜进来，把他们2个给我撂出去。我们是正规入住，信你可以进去。查就我才不信你们2个穷鬼住得起艾薇医院的高级病。顾小姐，他们2位的确是按照流程入住的高级病房，而且还是顾总助理亲自办理的手续。我爸的助理怎么会给他们办手续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的身份，是你不信。顾星辰，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哼，离开？就算你们2个住得起这个病房，那又怎样？我可是顾家千金，这整个医院都是我的，我想要谁滚谁就得滚。看来这2个人得罪过顾小姐，我得赶紧表我的忠心。顾小姐，这2个人8成是顾总的穷亲戚，打着顾总的名声来蹭病房。顾小姐，您是顾总最疼爱的千金，您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他要真是叶妈对我打成这样，我爸早就来找我了。死瘸子，给我滚出去！想打我？是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知道你是谁，我才替你爸好好管教你。你们2个，给我按住他！我非要打死那个瘸子不可！住手！你要对夫人做什么？你们疯了！王助理，你来做什么？你不护着我这个顾家大小姐，竟然袒护外人！什么外人？这是顾总夫人。什么？什么？顾总夫人？不可能！夫人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顾小姐，您别害怕，这死瘸子要真是顾夫人，顾总能不陪着她吗？对，这王助理一定是胆大包天，用这2个情妇来冒充顾夫人，来蹭取顾家的资源。我说这2个穷鬼怎么住得起高级病房？原来是你安排的，拿着顾家的钱养妻，还一次养2个，老东西，你玩的还真花呀！顾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顾星辰，你满嘴污言秽语，
简直无药可救，向王助理道歉！闭嘴，死瘸子！一个被男人包养的贱货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？顾小姐，请你立刻出去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你不过是我爸养的一条狗，就算我把你的情妇弄死，他难道会怪我？可李玉，我现在就给顾总打电话。你这个老东西，竟然还敢告状！你居然敢打王助理！他从集团创立初期就跟着颜之，论资历，你都得尊称他一声叔叔。一条老狗也配当我的叔叔？等本小姐继承了艾薇集团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开除这个老废物。来，大家都看看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，拿着我们顾家的钱包养了2个情人，简直道德沦丧！你简直胡闹！这就是那对不要脸的贱人，共侍一夫。来，贱人，说说是怎么勾引这个老东西？滚开！这可是最新的苹果17顶配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要脸！贱人，顾小姐可是艾薇集团未来的总裁，你活腻歪了，敢对她动手？未来总裁，顾星辰，你得罪了我，能不能活到明年还另说。你敢咒我，把他给我脱下来！你以为我还会任你欺负吗？一个穷鬼哪来的前情保镖？他们是顾总亲自安排的。好啊，你们2个穷亲戚，在我爸这儿捞到的好处还真不少，不仅蹭上我这高级病房，连保镖都安排上了。愚不可及，竟敢骂我，我要撕了你的嘴！热死！我可是顾家大小姐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就是你们敢得罪艾薇集团的继承人，你们不想要命了？整个艾薇集团都是顾小姐的，你们疯了敢动她？不知死活！看来我该好好教教你们规矩。死瘸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难不成你还想打我？现在知道说法了，你在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法呢？你这个贱人！贱人，要让我爸弄死你！去啊！现在就滚去告状，看看顾言之到底会弄死谁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顾小姐竟是如此跋扈之人，顾总若是知道了，定会将他们逐出顾家。不急，2天后的发布会，就是这3个逆子的真正死期。你有几条命，敢得罪顾小姐，还不快滚！就是，谁不知道顾小姐是顾总最疼爱的千金？等顾总到，看你怎么办！身为医护人员，不救死扶伤，反而攀附权贵，欺凌病人，你们不配穿这身衣服。你这个穷酸鬼，还来教训我来了？我今天帮了顾小姐，明天我就是护士长。你怕是等不到明天了。言之，是我。立刻开除艾薇医院护士王雪，医生张全。哎，演的还挺像，真以为自己是总裁夫人了？你以为这医院是你家开的？就是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医院，顾小姐就是天，顾小姐就是王，我们的前途，顾小姐说了算。很快你就会知道，在艾薇究竟是谁说了算。是王璇，医生张全，你们严重违反规定，侮辱 VIP 病人，现已开除。同时，我们将通报全行业，任何医院不得录用。什么？主任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啊，主任，
我是顾小姐的人，怎么能开除我呢？顾小姐算什么？这是顾总亲自下的命令，还不赶紧给我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什么？你不会真的是顾夫人？夫人给过你的机会，是你自己为人不端，趋炎附势，自毁前程。怎么办？张医生，听说这顾总在海城里宠妻如命，我们得罪了顾夫人，我们以后该怎么活？哎呦，顾夫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原谅我吧。对，都是他顾小姐逼我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们现在忏悔，不过是害怕我的身份。如果我是个普通人，你们会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吗？都说医者仁心，你们两个的心肝早就黑透了。若医学界都是这个样子，那这世道早就完了。带下去。夫人，饶命啊！夫人，饶命啊！夫人，滚！喂，妈，我是星辰，我在爱薇医院被人打了。好，谁这么大胆，敢打伤我的女儿？是两个死穷鬼，他们不仅霸占我的病房，还殴打我、骂我。难道是机场那两个贱人？对，就是他们。爸，这两个人也太嚣张了！之前打碎我们送给叶妈妈的礼物，现在又欺负到三妹头上。就是在顾家的医院打顾家的人，这可是在打你的脸啊，爸！这两个人到底是谁？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。不过知微的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暂时同不跟上。发布会结束，我好好的整治他们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知微在发布会上会宣布继承人。发布会的布置就交给你们三个，你们都是我疼爱的孩子，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好，我们这就去准备。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慈悲吧，救救我家孩子吧！你们再不给他开药，他就没救了。不是我不救啊，你们不交钱，我开不了药啊。这个药上周才5000块钱一瓶，这周就涨到了8万呢，我们买不起呀！医生，我求求你，发发慈悲，您先开药，钱我一定给您凑齐，成吗？什么药需要8万一瓶？是治疗癌症的靶向药。这个药我知道，市面上顶多就5000。谁定的8万？是顾星辰小姐定的。自从顾总把医院交给顾小姐管理以后，所有药品的价格都大幅的上调，尤其这种紧缺药，翻个10倍都是常事。顾星辰这个畜生，他也是病人，竟然还敢来医院敛财，他如此胡作非为，没有人反对吗？我们哪敢啊！之前有医生啊，悄悄的给病人降价用药，第2天就被开除了。不止药价，我们医护人员的工资也常常被克扣，大家都敢怒不敢言。竟然有这种事！夫人，我一定如实禀报给顾总。你是顾夫人，都说你是国家级的科学家，你人美心善，求你救救我们家孩子吧！求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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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！起来，您先起来，你们都起来。好个爱薇医院，好个顾星辰！立刻冻结顾星辰所有权限，所有违规药价即刻调回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，谢谢谢夫人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夫人。帮我搜查顾星辰调高药价、克扣薪资的证据。是。黄助理，顾星辰敢在医院如此放肆，那另外2个应该也没闲着。
顾明轩和顾明哲在公司负责什么？顾明轩在药物研发部任经理，顾明哲在销售部任经理。帮我彻查他们两个经手的所有项目。是。夫人，幸亏您让我去查，再不查，集团要被他们掏空了。具体说说。顾明轩，他偷偷将我们集团核心研发数据卖给我们的死对头。什么？这是商业间谍罪啊！更可恨的是顾明哲，他居然利用我们集团新药上市的机会，向所有的医院和药店索要天价渠道上架费。如果不给他的个人账户打钱，所有的医院和药店就拿不到救命的药，这是拿病人的生命来做要挟。畜生！证据都搜集齐全了吗？齐全，所有的转账记录、秘密合同，还有私下录音，全在这里。明天发布会上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撕下这3条蛀虫的尾柱，要跟他们彻底清算。好久不见，是啊，了解了，叶总监。别来无恙了。以后我们还要多多合听作。说今天顾总夫人除了宣布新药开发，还要当场选定艾薇集团的继承人。继承人？也不知道谁能继承价值100亿的艾薇集团啊！还能有谁？肯定是他们3个中的其中一位呗。听说他们都是顾总领养的，这么好福气，能当顾总儿女。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呢？大哥放心，我这都是按照你的吩咐从灯塔国加急运过来的。很好。上次的粉钻被那死瘸子毁了，这枚海洋之心一定要完好无损的献给叶妈妈。大哥用心良苦，这继承人啊，非你莫属。2个蠢物！叶妈妈最看重的就是这场发布会，等她看到我为她准备的舞台，一定会非常满意。都仔细着点儿，千万别出岔子。这话筒怎么是黑色的？换成蓝色，叶妈妈最喜欢蓝色了。好的，顾小姐，马上换。哎，那位就是顾总最爱的小女儿吧？听说她有罕见病，这次新药就是为她研发的。真是好福气啊！能得到顾总夫妇如此疼爱，我看继承人10有8九就是他了。没错，艾薇集团继承人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沈巍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顾总，夫人伤势已经稳定，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。太好了。志伟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顾星辰的病情怎么样了？顾小姐的病情严重，要是没有特效药，最多只剩1年了。1年？我现在就……我的手还需要半年才能恢复，就算加急提取生命酶，也至少需要3年时间。他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息，作孽！志伟，你真是太善良了，连星辰的面都没见过，竟然对他如此的关心。没见过，我对他熟得很呢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发布会要开始了吧？快开始了，王助理，拿出来吧。志伟，这块是我们顾家的传家玉佩，今天就由你亲手交到我们的继承人手上。好，那3个孩子此刻一定在做着美梦，只想尽快看到他们美梦破碎的表情。这发布会都要开始了，爸妈怎么还不来？急什么？叶妈妈是国宝级科学家，这次又是全球直播，这种场合她自然要郑重准备。二哥你呀，就是太沉不住气了。像我这样从容淡定的，才配当继承人。三妹，你也别做梦了，我是顾家长子，
论继承权，自然以我为先。长子又如何？现在又不是封建时代，更何况爸爸最疼爱的就是我了，继承权非我莫属。顾总、顾夫人还没到，这三位倒是掀起内讧了。看来也没说的那么优秀嘛，一个个的沉不住气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。夫人，所有的证言证词都在这里。好，什么证据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林晓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这次发布会，请你务必一起去。我只是个空姐，这不合适吧？我说合适就合适。叶女士啊，尚在恢复期，请务必小心照料。王助理，多带一些保镖随行。是。这位，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告诉我是谁伤害了你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这些天恨不得把那些人千刀万剐。别急，很快你就要亲自见到他们。顾总好，夫人好。你们今天的任务是确保我夫人的平安，若有半点差池，我毁你们侍卫。明白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各位，发布会后期有突发状况，我先去处理，马上回来。好，你去吧。王助理，你跟我一同前往，加快处理速度。好。林女士，你先带周薇入场吧。嗯，好的。欢迎各位莅临参加爱微生物集团新药开发发布会。现在，让我们隆重有请著名生物科学家、爱微集团总裁夫人叶之薇女士。滚开！我是爸最疼爱的女儿，我该站中间。长子为尊，这种场合应该我来。三妹，大哥说的对，要讲规矩。哼！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你这个死瘸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谁放他进来的？我是受邀而来。受邀？入场证拿出来看看。我不需要你的东西。没有就给我滚出去！别脏了我为叶妈妈准备的舞台。赶我走？谁来宣布继承人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就是你们今天要等待的主角，叶之薇。还没瞧出来，您真是首席科学家叶之薇女士。叶女士，您怎么坐着轮椅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哥三妹，这人真是叶妈妈？怎么可能啊！大家稍安勿躁，这个死瘸子她不是叶妈妈，她就是个骗子。什么？冒充的？叶女士是我们国家的骄傲，是首富夫人，你竟敢冒充，太可恶了！明哲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这两个穷鬼扔出去！谁敢动我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逆子！你们两个阴魂不散的穷鬼，在医院闹了还不够，竟跑到全球直播的发布会上撒野！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，你们三个畜生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！大哥三妹，快叫爸来！
要是让爸知道有人冒充叶妈妈，到时候非得亲自扒了他的皮不可。对，现在就给爸爸打电话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回事？爸的电话打不通。你们当然打不通，我早就拿颜之的手机把你们3个都拉黑。你怎么可能会拿到爸爸的手机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是颜之的夫人。不信，我确认给你们看。志威，你见到孩子们了吗？这是顾总的声音。见到了，你的3个孩子正在热情的欢迎我。他们一定高兴坏了吧？孩子们，好好照顾妈妈，我马上就到。她真是叶之薇女士，真是啊！她真的是总裁夫人，结果她是个瘸子。连自己母亲都认不出来，还百般羞辱，看这3兄妹算是完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 AI 合成音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想合成我爸的声音很容易，大家不要上当。是啊，各位，叶妈妈是南极科考队的成员，她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废，怎么可能是科学家？对啊，科考队成员怎么会坐轮椅呢？竟敢用 AI 合成音诈骗，太可恶了！太可恶了，怎么能冒充呢？啊！这样的，保安，这2个诈骗犯给我扔出去！把我扔出去，就凭你们也配？是顾家长子，艾薇研发部总经理，我不配谁配？谁把他俩扔出去，我立马升他为安保主管，薪资翻倍。升职加薪，我劝顾经理还是先好好想想，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。时候到了。死瘸子，你又要演什么？3秒钟之后，你将被永远逐出爱。心还挺全。3、2，虚张声势，可笑至极。1。喂，顾先生，我是艾薇集团的人事经理，现在正式通知您，您已经被解除在艾薇集团的一切职务，即刻升职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被开除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是顾言之的夫人，艾薇集团最大的股东，罢免你不过一句话的事。我真的呀？真的是，他真的是叶之薇。快，大哥别慌，他连爸的电话都能 AI 伪造，过个演员，装个人事经理还不简单？各位别被骗了，这些都是这个贱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，差点就被这个瘸子给唬住了。冥顽不灵，不要客气。还跟这2个贱人废什么话？待会儿叶妈妈过来，看到这场景，她该生气了。来人，给老子往死里打！你们敢不理我？我可是顾家2公子艾薇的销售经理，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给开除了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说过要一个个清算，现在到你了。
干什么啊？又要假装开除我？同样的把戏还敢玩2次？开除？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法院发来的传票，说我涉嫌贪污受贿，要起诉我。哥，我做的那件事情没人知道啊。慌什么？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！我们的职位可都是爸爸亲自授予的，就算是真正的叶妈妈来了，那又怎样？她也没有资格直接罢免。这些电话和传票全都是假的。假的？顾星辰，你到现在还敢这么嚣张？你管理爱薇医院2年，期间抬高药价，中饱私囊，害得无数病人不治而亡，你就不配为人。什么？顾小姐竟然是这样的人？你胡说什么？我管理的医院救人无数，全国可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确实，爱薇医院每月都因医术高超上热搜，这都是顾小姐的功劳啊！是啊，热搜，那都是他花钱买的。你做的那些丧尽天良的事，桩桩件件均有记录。我如果把这些交给督察，够你牢底坐穿的。四妹，做事也不知道利索点，怎么让他找到证据？怕什么？就凭这几张破纸，也想给我定罪？死瘸子，你也是太铁了！撕了又能如何？这样的证据，我要多少有多少。难道这瘸子真知道些什么？不行，他留不得。各位可能有所不知，这2个女人曾经企图偷我们送给叶妈妈的项链，被抓到后怀恨在心，3番5次的骚扰我。是啊，各位，我之前去医院治疗，他居然带人来打我，现在又跑到发布会来闹事。天哪，这人不仅是诈骗犯，还是小偷！偷东西的还打人，该进监狱的是你。你们这是颠倒黑白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了？各位，今天是我叶妈妈的新药发布会，我们顾家子女宽宏大量，就不跟他们2人计较了。喂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自己滚出去！哼，不滚是吧？谁把他俩给我扔出去，我当场赏他1000万！1000万，上吧！1000万，这可是打工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啊！是啊，还不快上！顾家祖传玉牌在此，谁敢动手？顾家祖传玉牌在此，谁敢动手？他怎么会有顾家的祖传玉牌？这玉牌可是顾家世代相传，价值上亿，全球只有1块啊！看来她真的是顾总夫人啊！大哥，这玉牌是真的，她真的是叶妈妈。我们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没用的废物，这就被吓破胆了？不就是块破玉牌吗？地摊上要多少有多少。伪造我们爱薇的玉牌，死瘸子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！顾家祖训，继承牌岁，资格进士。言之啊言之，你真是收养了3个蠢货。哼，你还吓唬我？各位，叶妈妈是常驻南极的科学家，这个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残废，拿什么搞科研？拿
拿什么去南极？死瘸子，你冒充谁过？偏偏要冒充一个你永远无法企及的人，哼，真是可笑。若真如顾小姐所说，这人伪造玉牌，还擅闯会场，这是要吃官司的呀！不相信的。说伪造就伪造。来人，赶紧把这2个诈骗犯给我送进警局！就是都给我住手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言之呢？顾总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让我先来照看。大家快看啊！这个女人和旁边那个贱人，都是王助理包养的情人。真的假的？王助理玩这么坏，还包养2个，要不要脸？哦，怪不得他能伪造玉牌，还能 AI 合成爸爸的声音，原来都是王助理在搞鬼。没想到这2个女人看着老实，竟然是那种人。王助理深藏不露，看着不像，怎么是这样？你们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。顾总来了，定将你们逐出顾家。王助理，你现在跪下认错，把这2个贱人扔出去，我们还能替你说情。刘母做奴才，放肆！王助理是集团的元老，你们有什么资格羞辱他？元老，他不过就是我爸身边养的一条狗，而你们就是不要脸的母狗。不必跟蠢货计较，等言之来了，自有公断。他想在爸爸面前揭发我们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大哥、二哥，爸爸就要来了，若是看到这样的场景，肯定会生气的。赶紧把他们给处理掉！动手，给我往死里打，把人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你是我爸的贴身保镖吗？是我爸的贴身保镖，怎么会替这个女人卖命？我奉顾总命令，保护叶女士的安全。这是顾总的贴身保镖，这么高保镖，真的是顾总，这真的是顾总的御用保镖团。她真的是顾总夫人。二哥，你怕什么？这肯定是王助理借着我爸的名义调的保镖。我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当狗都认不清主人，不保护我们这些继承人，反而去保护一个外人。给我把这个王助理和这2个贱人给我拉出去！好，很好，你们不动手，老子自己动手。你敢打我大哥！我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顾家大小姐！给我按好了！臭女人，你敢动我？等我爸妈来了，一定会弄死你的！好啊，那今天我就先替言之，好好收拾你这3个逆子。顾星辰，这第1巴掌打的是你嚣张跋扈、心思歹毒，这1巴掌打的是你颠倒黑白、目无尊长，这1巴掌打的是你残害病人、丧尽天良。向堂，晚了。我是顾家长子，你敢动我，我爸妈会弄死你！放心，很快你就不是了。你本是个孤儿，顾家收养你，让你上名校，给你荣华富贵，可你却出卖集团，吃里扒外。顾明轩，你简直猪狗不如！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还有你，言之给你销售部经理的位置，可你却收受贿赂，扰乱市场。顾明哲，你丧尽天良！你竟敢污蔑我们这些爱薇的继承人！等爸妈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！好啊，你现在就去找顾言之，看看他到底会弄死谁。爸，爸，爸，
命啊，爸！怎么了？三妹那2个贱人又来闹事了，还带了一堆保镖，我们3个都被打了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子，在知微的发布会闹事？跟我走。臭女人，你敢动我们顾家的子女，我告诉你，等我爸回来，一定会弄死你！是谁？是谁？知微的发布会闹事？是谁？知微的发布会闹事？爸，你可算来了。颜之来的正好，是时候让他看清这3个逆子的真面目。让我先去找顾总。爸，我这脸就是被那个女人给打的。还有我，爸，我是你最疼爱的女儿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爸，今天的发布会是全球直播，他的就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打顾家的脸，打您和叶妈妈的脸。放心，谁敢欺负我们顾家的儿女，绝不轻饶他。到底是谁这么猖狂？顾总，您终于来了。王助理，你不是去照顾知微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爸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打我们的那个贱人就是王助理包养的情人，他拿着顾家的钱包养情人，还一次性包养了2个。是啊，爸，那2个贱人这么嚣张，全都是王助理在撑腰。王助理跟了我20年，绝不是这种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事情不是这样的，顾总，他们在颠倒黑白。闭嘴！刚才那么多记者看着你护着那个贱人，你还要狡辩？你们简直愚蠢！护着她，因为她是顾夫人。你们简直愚蠢！我护着她，是因为她是……王助理，让他们说。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？哟，刚才不是挺嚣张吗？怎么我爸一来，连面都不敢露？爸，您还记得我们之前为叶妈妈准备的那颗稀释粉钻吗？就是被那个疯女人故意打碎的。什么？连这个都是他干的？没错，这女人偷粉钻，人赃俱获，没想到她竟然反咬一口，还逼我们要道歉赔偿，简直就是个疯婆子。还有更过分的呢，上次我去医院治疗，他们2个竟然霸占我的病房，还殴打我。又是偷窃又是打人，这也太猖狂了！你看，顾总脸都气绿了，这几个人擅倒大霉了。演得好，演得真是精彩。你这个疯子，竟然还敢鼓掌！我想到一回你们悔恨的模样，我现在就忍不住的想喝彩。爸，这个女人压根就没把您放在眼里。是啊，居然嚣张到如此地步，现在就来收拾你！不必劳驾，我亲自来。颜之，你来迟。知微，什么？什么？知微，你没事吧？她真是叶妈妈？我没事，今天多亏你安排的保镖，否则我又要受欺负了。天哪，她真是叶女士，她真是顾总夫人。全海城谁不知道顾总宠妻如宝，连集团都用夫人的名字来命名。现在他们得罪了叶女士，这3个继承人怕是完蛋喽。知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3个孩子很有趣，不肯认我这个妈。什么？你们就是这样迎接母亲的？爸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是啊，爸，我们不知道她是叶妈妈。不知道，我曾多次表明身份，你们可信过半分？你们敢不敢
把自己做过的好事一五一十的告诉颜之。你们3个逆子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们不敢说，我来说。顾总，顾小姐仗着自己是顾家人的身份，在医院对夫人百般羞辱，不仅污蔑造谣我和夫人的关系，还煽动医护人员一起欺负夫人。顾星辰，竟敢这么对知薇，你不知道她是你的母亲吗？爸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她是叶妈妈。除了顾小姐，大少爷和二少爷更是不可理喻。他们说我是奴才也就罢了，他们骂夫人是母。如果您再晚来一步，恐怕夫人又要受辱了。你们3个，给我跪下！爸，这些都是误会。我平常最乖巧了，你也最疼我，而且我病得这么严重，哪有力气欺负人啊？是啊，爸，我们跟了您10几年，你还不了解我们吗？我们为了迎接叶妈妈，还精心准备了礼物，可见真心啊！爸，我们可都是您亲手培养的继承人啊！你把我们打废了，您上哪去找新的继承人啊？再说了，叶妈妈她也生不出孩子。看来这都是一场误会，顾总培养继承人也不容易，要不要从轻处理呢？是啊，这么大的集团也需要继承人嘛。年轻人难免犯错，改了就好。叶律师，要不你也劝劝顾总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嘛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都闭嘴！干什么？我和知薇从小青梅竹马，从校园到婚纱，是知薇陪着我一起努力，帮我打理公司。可以说没有知薇，就没有现在的艾维集团。知薇的身体是为国科研在南极落下的，没有什么资格说他。还有你们3个，别以为知薇不能生育，就不敢拿你们怎么样。我告诉你们，知薇才是我命，谁敢欺负她，宁可散尽家财，绝不传给白眼狼。顾星辰，我念你从小体弱多病，对你偏爱有加，没想到养成了你这么一个嚣张跋扈的性格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解释。在机场做的那些事，绝对不能让爸知道，不然咱们就全完了。要是说是误会，爸心软肯定会原谅我们的。爸，我们真不知道是叶妈妈，知道的话，就算给我们1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啊。照你们的意思，如果我不是叶知薇，只是个普通的妇人，就活该被你们肆意践踏，百般侮辱。爸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的。今天的发布会这么重要，我们都不敢出错。可叶妈妈穿的这么朴素，还坐个轮椅，换做是谁都认不出来啊。是啊，爸，我们也是担心发布会出纰漏，毕竟这可是全球直播。爸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定会把叶妈妈当成亲妈来对待。求你饶了我们这回吧。不知者无罪，看来顾总是心软了。顾总，顾小姐打碎了玉盘。就算不认识知薇，这个传家玉牌，难道你们也认不出吗？这个传家玉牌，难道你们也认不出吗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那是假的。这么重要的玉牌，全球就只有一个。您平时都从不离身，谁知道叶妈妈随手就拿了出来，谁敢信啊？况且爸，您之前也从来没给我们看过玉牌啊，我们也不敢认啊。星辰，他们不认识，难道你也不认识？爸，这块玉牌这么精致呢？拿过来。
爸，不就是块破玉牌吗？女儿都不能碰，你不疼我了？这不是普通的玉牌，这是我们顾家的传家之宝，全球仅此一块，象征着顾家掌权人的身份。什么？这么珍贵？星辰，你是爸爸最疼爱的孩子，爸爸很看好你。只要你好好努力，得到知微的认可，这块玉牌将来就是你的。好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等我拿到玉牌，整个顾家和艾薇集团都是我的，到时候我想干嘛就干嘛，全海城的人都得对我俯首称臣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爸，那个玉牌我就看过一次，我哪里记得这么清？而且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叶妈妈，也没有人告诉我叶妈妈的身份呀。还在撒谎！我早在医院就说过，这位是顾总夫人，是科学家叶知微女士。可你呢，不仅污蔑辱骂，还造谣我和夫人的关系，说她是我包养的情妇，甚至还直播造谣。顾总，您若是把集团传给顾小姐这种心术不正之人，爱妃基业将毁于一旦，万不可心软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狗奴才，竟然敢搬动本小姐是非！放肆！助理跟了我20年，司理都应该叫他叔叔，有什么资格说他？爸，你竟然打我！竟然为了一个助理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逆女！真没想到顾小姐人前乖巧，背后竟如此不堪。家门不幸啊！爸，我从小在你身边长大，连保姆都说我很乖巧。不信女儿，你居然是一个外人！是他觊觎我们的家产，所以才这样诬辩我的。爸，你不要相信他。还敢嘴硬，无可救药，拿出来吧。顾总，夫人早料到顾小姐不会认账，所以提前调取了医院监控。全完了！我说这2个穷鬼怎么住得起高级地方？原来是你安排的，拿着顾家的钱养媳妇，还一次包养2个，老东西，你玩的还真花呀！死瘸子，你给我闭嘴！这靠男人养的媳妇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逆女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爸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叶妈妈，是她抢病房在先的。我是因为一时着急想要看病，所以才产生这个误会的。知微的病房是我安排的，你在医院一手遮天，怎么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？什么？那个病房是您安排的？顾总，顾小姐仗着您的宠爱，在医院里作威作福，不仅自己欺负夫人，还煽动医护人员一起围攻夫人。如果不是您事先安排了保镖，夫人恐怕又要重伤。赶紧帮我求情，要不然我就把你们机场的事全都抖出来。爸，您息怒，3妹也是治病心切才犯的错。叶妈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。是啊，妈妈，求您原谅我们这一回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？那你在医院横行霸道，克扣工资，抬高药价，害死病人，都不是故意的。什么？星辰，竟克扣工资，抬高药价！爸，您听我解释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解释。爸，我也是病人，我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？就这么不相信你的女儿吗？是啊，爸，3妹每个月都交财务报表，您都亲自审过，账目是干净的呀。既然有财务报表作证，顾小姐会不会真的是被冤枉的？可是叶女士也没有冤枉顾小姐的理由啊！爸，是有人栽赃我的，肯定是那些医院的人为了巴结叶妈妈，所以才故意陷害我。
证据都被我撕了，只要我咬死不认，你拿我没办法。顾星辰，你以为你撕毁了证据，就没有人知道你干过那些事了？让他们进来。都进来。顾总，求您为我们做主，为病人伸冤呐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揭露你做过的龌龊事。你们想清楚了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要是敢乱说，就让你们在海城混不下去。一女，当着我面还敢威胁别人，你们大胆的、放心的说，只要情况属实，我顾言之绝不姑息。顾总，我们已经被拖欠半年的工资了，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。什么？顾星辰，集团每个月发放几个亿的经费，为什么连他们的工资都不发？因为医院设备维护开销太大，他撒谎。医院的仪器坏了，都是我们自费维修的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呢？我们不敢呢。之前有个同事反抗，当天就被开除了。顾小姐家财万贯，还拖欠工资，这心比奴隶主还黑呀！不仅如此，顾小姐还把抗癌药从5000涨到了8万，3个月逼死了17个病人，这些都是病人家属的借条。顾总，要价翻了10倍，这是谋财害命啊！顾小姐的心脏透了。顾星辰，你自己都是个病人，还这么残忍对待其他病人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胭脂，我们当初创办医院是为了救死扶伤，可你却把它交给这么心肠歹毒的人，我真的太失望。志伟，对不起，是我瞎了眼。顾星辰，你这个蛇蝎毒妇，你根本不配为人！季可期，如出顾家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能不要我呀！爸，三妹真的知错了，您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爸，我的病只有顾家能治，你赶我走，那就是让我去死。你的病就算留在顾家，也无人能医。什么意思？顾小姐，你还记得在机场被你摔碎的药吗？那是这世上唯一的生命酶啊，是叶女士专门为你研制的救命药。那瓶蓝墨水，真是生命酶！什么？我亲手毁了自己的药？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我曾经警告过你，而你非但不信，还对我百般折磨。志伟，那天在机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我带生命酶回国，在机场，你的3个好孩子错把我认成了路人，对我百般折磨，甚至还毁掉了生命酶。什么？为了全球唯一的生命酶，是射进橘子的呀！顾小姐自己就等着这药救命，她这是自绝生路啊！真是活该，作孽！妈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太蠢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真的不想死，我救不了你。我救不了你。什么叫救不了？妈，你身为科学家，怎么能这么自私？就因为你自己受了点委屈，难道就要白白害我去死吗？
求妈妈。胭脂，我害你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全球只有我能够提取生命梅。你踩断它的时候，有想过今天吗？所以叶女士的手也是顾小姐踩断的。这是自作自受，报应。现在你明白了，不是我不救你，而是你自己断送了生路。这位，你这时候，那天记者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还是问问你这3个好孩子吧。难道叶女士这一身伤都是这3兄妹联合所为？竟然对科学家下此毒手，丧尽天良！不行，我绝不能让爸知道在机场的事。三妹已经废了，不如把罪都推给他。爸，您说的没错，三妹确实无法无天，像她这种货色就应该逐出顾家，自生自灭。大哥，你三妹，反正你已经活不成了，给大哥扛下这罪，我继承集团也得给你烧金山银山。爸，那天在机场都是三妹的错，三妹嚣张成性，非得要打叶妈妈，我们拦也拦不住啊。没错，三妹当时跟疯了似的，我们劝她，她竟然连我们都打呀！顾明轩、顾明哲，你们2个畜生！明明是你们先动的手，现在全都怪到我的身上来了！你瞎说什么？谁不知道你顾星辰歹毒成性，虐待叶妈妈的事也只有你能干得出来。好，很好，你们要过河拆桥是不是？现在你们是都想要我死，大家都别好过！爸，是大哥先认错的人，是他们先动手打的叶妈妈，是他们误导的我。顾星辰，你疯了！你自己活不成，还要拖着我们陪葬？是啊，三妹，当时是你逼着叶妈妈和空姐脱衣服的，是你踩到叶妈妈的手指的。这群畜生，居然还敢脱知薇的衣服！我是三妹干的。我们当时拦着三妹，三妹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啊！爸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要不是有他们帮忙按着，我怎么可能踩得断叶妈妈的手指啊？你们2个懦夫，敢做不敢当！顾星辰，你够了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血口喷人！这乱成一锅粥了，到底是谁欺负了叶女士啊？你们狗咬狗，要够了！志伟，你来说，我只信你。大哥，该怎么办？慌什么？机场的监控已经被我毁了，叶妈妈没有证据，奈何不了我们。大少爷，你是在说监控的事吗？监控确实没了，但当天目睹行凶的不止林晓一个。李先生，进来。顾总，我有证据。是你个臭看门狗，在这凑什么热闹？给我滚出去！这畜生！你继续说。那天我当班执勤，亲眼看见顾大少爷撞翻了叶女士，叶女士好心扶起他，他却反手就是一耳光，还污蔑叶女士摔碎了辅钻。真的是这种人，怎么这样啊？这还经常能受不了。二少爷竟然是这种人！二少爷来了之后，也跟着我打叶女士，骂叶女士是死瘸子，逼着她下跪赔罪，还用灯牌砸她。这桩桩件件，我全部都录下来了。顾总，真是过分，这下他们了，这是不是得抓起来啊？
挖出来，放视频。天哪，这也太过分了！怎么能干得出这种事？天哪，这是人干出真的是来事儿吗他们干的！太过分了！这太过分了吧！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？你说这这么欺负人啊！是仗势欺人！怎么做这样的事情？太可恶了啊！真是仗势欺人！人干出来的事儿吗？啊！顾总，叶女士受的委屈根本就说不完，先是被2位少爷殴打，后被顾小姐逼着脱衣服，大少爷还在那拍视频。叶女士的手就是被他们3个联合打断的。可怜林晓一个空姐，无辜跟着我受辱，若不是她保护我，我可能早就丧命。天哪，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！这种毒瘤也配当继承人？送进监狱吧，别祸害社会了！抓起来，抓起来！是人的，抓起来！抓起来！全完了！畜生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畜生，还有什么话说？真是太好了，我们3个谁也别想逃。 3个孽障！今天不打你们，我就不姓顾。来人，家法！跪下！这一次。 打你身为长子带头作恶！爸，我错了。这一次，把你蠢笨如猪，是非不分。爸，别打了，都是大哥逼我的。爸，这一次，嚣张跋扈，蛇蝎心肠。胭脂，够了。 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求你消消气。就算我能原谅，法律也不会原谅你。你要报案？爸，你快劝劝妈妈，家事不能经同督察啊！我顾言之教不了你，的确是应该国家来教。不能报案。 我不能坐牢，我在艾薇这么多年，研发部现在离不开我呀！离不开你，若艾薇再荣，不出3个月必垮。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艾薇5年，倒卖10次药物研发数据，非法获利20亿，交易数据都在这儿。顾明轩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完了，全完了！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全完了！倒卖核心数据，这可是商业间谍罪啊！艾薇差点落到这种人手里，太可怕了！顾明轩，我倾尽心血培养你，把集团的核心交给了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不是这样的，爸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？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解释什么？这不是个动物，怎么能这样子呢？是人吗他呀？黄助理，告诉这个逆子，商业间谍有什么下场？大少爷，你非法倒卖集团核心研发数据，获利20亿，情节十分严重，量刑10年起步，没收一切非法所得。另外，你在机场殴打夫人，2罪并罚，至少在监狱20年起步。20年，这也太便宜他了吧？20年不够啊！多做几年的人抓20年哪够啊？20年，活该，谁也别想跑。 20年，
出了我就50了，这辈子全毁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们饶了我，我愿意做牛做马，伺候你们一辈子。逆子，去牢里赎罪吧！逆子，去牢里赎罪吧！你大哥和三妹都如此混账，想必你也干净不到哪里去。爸，这都是大哥逼我的。顾明哲，我逼你什么了？爸，他逼我当狗腿子，逼我殴打燕妈妈。我要是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会活生生的把我给打死啊！爸，顾明哲，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爸，我要揭发二弟的罪行。说，他借着集团新药上市的机会，向所有合作的医院勒索天价上架费，不给钱他就断药。太黑了吧！这太不是人了，这简直就是谋财害命啊！心肝黑透了。他说的不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。爸，我从小胆子小，我怎么敢做这种事呢？你不敢？林晓，顾总，二少爷共向全国50家私立医院索要上架费，总受贿3.7亿元，多家医院无力支付，许多重症患者断药不治而亡。这不行呀！怎么能这样？这样，做这种事干的他呀！真心肠。顾明哲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懦弱不堪，没想到你也如此歹毒。王助理，他应该判多少年？二少爷涉嫌贪污受贿、敲诈勒索、蓄意伤人，数罪并罚，量刑20年起步。顾总苦心栽培的3个孩子，竟没一个成器的。家门不幸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是我不该打叶妈妈，我不该贪污，我不该敲诈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个混账！求求你们，就饶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顾明哲，丧心病狂、唯利是图，把药当成敛财工具，坐牢是你应得的下场。你想改过自新，那些因你断药而死的人，他们能复活吗？是啊，这要是原谅他，那些被他害死的人上哪儿说理去啊？要不看就应该以命抵命，血债血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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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死！爸，救救我，给我一次机会！住口！这个逆子，根本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。王助理，去族谱，亲手将3个逆子逐出家门。王助理，去族谱，亲手将3个逆障逐出家门。是。这就是顾家族谱，听说上了这名册，子孙3代能尽享荣华。是啊，这3兄妹本是孤儿，被顾家收养，这是鲤鱼跃龙门，结果自己作死，一把好牌打个稀烂。真是。这位，是我瞎了眼，收留了这3个逆子，让你受尽了委屈。从现在起，顾家以你为尊，除他们出家门之事，还由你来做主。妈，不要！妈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
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。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害你的，你就看在我拼成的份上，救救我可以吗？妈，我没有脑子，我出卖如珠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消消气好不好？看他们道歉态度挺诚恳的，难不成真知道错了？什么知道错了？我看他们是知道怕了。没错，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现在的忏悔和道歉，不过是因为害怕失去顾家的庇护，害怕坐牢，害怕失去性命。不是这样的，妈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够了！我顾言之绝不能有如此混账的孩子。诸位，动手吧！不要！妈，不要！妈，不要啊！妈，不要我妈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已经不是顾家的孩子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都会一一呈报司法机关。爸，那我呢？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我2年之后全身溃烂而死？爸，我可是您最疼的女儿啊！果然，爸还是疼我的。只要他帮我说话，叶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救我。的确是我最疼爱的孩子，我曾经对你寄予厚望，但在我夫人叶知薇面前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我恨不得让你亲自尝尝知薇受过的苦，要不是知薇拦着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算了，言之，我的伤会好，但他们3个再也没有未来了。来人！将你3个给我轰出去！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你毁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还要害死我！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！滚开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诸位，言之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要砸你。言之，你没事吧？言之，没事，我腿硬着呢。顾星辰，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行凶，你简直就是蛇蝎心肠，无药可救。督察来了！督察来了！督察来了！给他们都抓起来！终于有人主持公道了。顾明轩、顾明哲、顾星辰，你们涉嫌商业犯罪、刑事犯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爸，救我！我可是您的长子啊，爸！哥，怎么办呀？我们这辈子怕是要完蛋了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！带走！真是抓起来！别带走吧！3个孩子全部被送进监狱，这1000亿市值的艾薇集团，怕是要后继无人了。是啊，顾总倾注半生心血培养继承人，没想到培养出这3个畜生。知薇，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你。你先别说了，你的伤口重要，先让医生帮你包扎吧。不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各位，我今天
还有事情要宣布。养出那3个逆子，是我顾延之的过错，他们犯的罪，坐牢也难赎，而我也无颜再掌管艾薇集团。什么意思啊？顾总要放弃艾薇集团？放弃？什么意思啊？顾总要放弃艾薇集团？这艾薇集团没有顾总怎么可以呢？这下艾薇集团要遭受危机了呀！想不明白呀！我和之薇一致决定，将艾薇集团的50%股份赠予凌霄女士。我？不，这不合适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更何况你对我是救命之恩，若不是你在机场拼死相护，我怕早就丧命了。这是你应得的。是啊，我们这么做是要告诉世人，无论身处何位，都要守住一颗良善之心，因为好人终将有好报。好，就应该这样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太棒了，太好了。这份股权书本是给那3个逆子准备的，现在是你的了。谢谢顾总，谢谢夫人。我林想在此立誓，定让艾薇集团继续发光发热，拯救更多生命。好，这个是。各位，我还没有说完。艾薇集团剩余的1半股份，我将全部捐赠，成立慈善基金，为那些贫苦患者提供医疗援助。这样也算是我替那3个逆子赎罪，而我将和之薇再赴南极，尽快提取出新的生命酶，造福人类。不愧是顾总和叶教授啊，真是心怀天下呀！好，这个说得好，太棒了啊！说得好。护士，帮我换床被子，我全身都腐烂了，好难受。换什么换？你克扣了那么多资金，哪有钱换被子？就是，你压榨员工、欺压病人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，你活该。对，就是这个毒妇，把抗癌药从5000涨到了8万，把我爹活活逼死。这个黑心的东西早就应该下地狱。原来被人作践的滋味这么难受，我好后悔，我好后悔，我太后悔了。哎，哟，两位少爷，地都擦不干净了啊！对不起，我马上重擦。啊，行，你呢？你凭什么这么欺负我们？凭什么？现在是阶下囚，当年你当少爷的时候，不也这么对我们吗？轮流转，这是报应。不服啊？啊？不服，那就打到他服为止，给我打！大哥，我们错了，别打了！啊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哥。现在播报一条重要新闻：国宝级科学家叶之薇教授在其丈夫顾延之先生的陪同下，
成功提取新型生命酶，已正式投入药物研发，预计新药将于下月上市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采访一下艾薇集团的新董事长李晓女士。李女士你好，听说您在执掌集团之前是一名空乘人员，请问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成功秘诀吗？成功的秘诀很简单，那就是做个好人。